乌克兰的海上炸弹打击俄国能源心脏。斯洛伐克爆发大抗议，飞科藏身越南豪华套房。乌克兰公布2024年俄军伤亡数据43万。波兰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全力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揭露俄朝联军惨败，战场焦灼，引发全球关注。乌克兰2名伞兵勇擒14名俄军，战场奇迹震撼人心。乌克兰将测试爱沙尼亚 AI 导弹。乌军100名远程狙击手入场，俄军颁奖现场被炮火淹没。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浪战情室，我是远山，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当地时间1月4日，乌克兰向俄罗斯的波罗的海沿岸发起了一次火力全开的攻击，目标直指俄罗斯最大的海上贸易港乌斯季卢加港。你能想象吗？这一攻击不仅让整个港口上空爆炸声连连，连防空系统都跟着疯狂舞动起来。乌克兰是不是突然变得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一样？可别小看他们，这可是一场真实的战争。事情是这样的，乌克兰空军选择了最先进的无人机，像导弹一样精准地击中了俄罗斯的这个重要港口。据俄罗斯媒体 Astra 报道，袭击一发生，港口周围顿时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你能想象到那场面吗？烟雾弥漫，火光冲天，瞬间港口变得一片狼藉。而且最让人震惊的是，俄军的防空系统，也就是那些保护俄罗斯最强的武器系统，居然在整个袭击过程中不得不全力应对。可惜防得了飞机，打得了导弹，却防不住大规模的无人机。从现场流出的视频看，乌斯季卢加港发生了火灾，在海面上都能够看到升起的黑烟和火光。初步报告显示，港口内的一座建筑遭到了严重破坏，窗户几乎被损毁殆尽。不过具体的战损情况需要等待卫星图像的进一步披露。值得注意的是，乌斯季卢加是俄罗斯最大的能源海港，一直以来都扮演着重要的交通枢纽角色，尤其在俄罗斯的石油贸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当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时，为了规避这些经济制裁，俄罗斯启动了一个所谓影子舰队，而这支舰队的石油运输线就是通过了乌斯季卢加港。这次乌克兰大规模的空袭正如同一记强烈的警告，俄罗斯的能源运输可能要面临更直接的挑战了。实际上，在2024年，俄乌战争的海上博弈可谓风云变幻，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黑海的制海权之争了。乌克兰海军宣布，过去1年，他们成功保障了9061艘船只安全穿过黑海走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乌克兰在黑海的控制力显著增强，对俄罗斯的海上运输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与此相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却经历了乌克兰强力打击的洗礼，最终不得不从黑海撤回到了俄罗斯本土的海域。可以想象，这对于俄方海军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当天下午乌克兰还向克里米亚发起了多轮导弹攻击。据悉，塞瓦斯托波尔等地遭到了风暴阴影和海王星导弹的联合攻击，此外乌军还发射了多架无人机。目前损失情况还在统计之中，预计接下来乌克兰还会向克里米亚大桥发起攻势。另据俄媒电报频道发布的消息称，当地时间1月3日至4日夜间，乌克兰向俄罗斯各地都发射了无人机攻击群，首当其冲的则是莫斯科一带，接着俄罗斯的图拉、特维尔、利佩兹克和斯莫尔棱斯克地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空袭。元旦当天，乌克兰就空袭了俄罗斯萨拉托夫等6地，还导致俄军的4大机场被迫关闭。去年俄乌战争的一大显著变化就是，乌军加强了对莫斯科的空袭。最近的一次，他们甚至于攻击了离克里姆林宫仅2公里的区域。现在乌克兰开年就袭击了莫斯科，似乎正在用行动表明接下来还会升级攻击的规模。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理施米加尔宣布，计划再生产3000枚导弹，外加3万架远程无人机。早些时候，媒体还披露，乌军准备用国产的导弹攻击莫斯科，如今看来，他们还在快速增加产量。斯洛伐克总理菲科自访问莫斯科后就一直没有公开露脸，而在斯洛伐克国内则再度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月3日，大批斯洛伐克民众走向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街头，表示对其莫斯科的菲科的不满。和上一轮抗议一样，斯洛伐克的反对派也加入了其中，抗议的声音如潮水般汹涌澎湃，数千人聚集在总理府前。12月24日前后，斯洛伐克也爆发了同等规模的抗议活动，反对者纷纷发出"我们是欧洲"的呼声。话说回来，虽然斯洛伐克已经是欧盟成员国，可菲科政府的亲俄政策让不少人气得直跳脚，从支持乌克兰的援助到对俄制裁的立场，斯洛伐克简直成了欧洲的异类，都走在了欧洲的对立面。与此同时，在消失14天后，菲科终于通过视频亮相了。在视频中，菲科竟然继续火力全开，他指责乌克兰停止供应俄罗斯天然气，并威胁如果乌克兰继续这样下去，斯洛伐克将考虑断绝对乌克兰难民的支持。不过，如果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继续威胁停止向乌克兰输送电力，以回应基辅从1月1日起不允许俄罗斯天然气从西部过境乌克兰的决定，波兰准备增加电力生产，并向乌克兰输送更多电力。早些时候，基辅方面在合同到期后正式终止了俄天然气的过境协议，这就让备受俄罗斯能源依赖的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陷入焦虑。之后，菲科曾警告切断乌克兰的电力，但却没有起到效果。据斯洛伐克电网运营商 SEPS 证实，他将继续履行和基辅的援助合同。于是，菲科再度拿出难民来威胁。不过，斯洛伐克的记者却从他的视频讲话中发现了另外的细节。据悉，通过记者的比对，发现菲科在这段时间居然住进了越南的蝴蝶夫人豪华套房，每晚的房价高达6200欧元，简直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想象一下，作为一国总理，居然能住进这样的豪华套房，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故事？斯洛伐克国内对这件事的反应不小，大家纷纷表示质疑：一个领导人在国外享受奢华，人民却在为自己的权益抗议。菲科，你不觉得很不合适吗？当然，目前斯洛伐克方面对菲科的这段豪华之旅还没有给出正式回应。你能想象吗？在2024年，乌克兰武装部队不仅仅是在防守，他们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进攻了俄罗斯的领土。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的最新数据，乌克兰的战果堪称惊人。不仅打击了数以万计的俄军，还保护了成千上万的商船。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数字。在2024年，430790名俄军伤亡，相当于36个摩步师的规模，3689辆坦克被摧毁，可以装备119个坦克营。如果你能想象出一个巨大的坦克军团，那大概就是这些坦克的规模。8956辆装甲车被摧毁，可以装备37个摩步师，这又是另一个庞大的战斗单位。13050门火炮被摧毁，这些火炮能够组成725个炮兵师，你能想象一下这些火炮集结的威力吗？还有313门火箭炮、407套防空系统和21345辆军车也都被摧毁。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去年击落了俄军40架固定翼飞机和6架直升机，其中在2月份的击落数量最多，多达14架。而在整个2024年，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超过1000枚俄罗斯导弹和约11000架俄罗斯无人机。乌克兰海军则在2024年确保9061艘商船安全通过了黑海走廊，保证乌克兰出口了超过7440万吨货物。尤其是农产品，这对于支持全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在以防御为主的2024年里，乌克兰能够坚持下来，甚至一度进入俄罗斯本土，也离不开国际伙伴的支持。乌克兰总理施米哈尔表示，
在2024年，乌克兰得到了来自全球合作伙伴的财政和人道巨额援助，总额高达417亿美元。这笔资金来自哪些地方？又是怎么帮助乌克兰保持经济稳定的？让我们一探究竟。首先，来看看这些援助的背后财神们。欧盟慷慨解囊，提供了44.79亿美元，美国紧随其后，贡献了31.24亿美元。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提供的12.45亿美元，日本、加拿大、世界银行等国家和机构也纷纷伸出援手。例如，日本贡献了8.53亿美元，加拿大则提供了5.41亿美元。是不是觉得很震撼？别急，还有更厉害的，总金额中有126亿美元是纯赠款，也就是不用偿还的真金白银。剩下的大部分则是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而且你没听错，他们未来甚至可能完全被免除。仅在2024年12月，乌克兰就获得了92亿美元的国际金融援助，而上一次单月获得超过90亿美元的国际金融援助，还是2024年4月。在强力的国际援助下，乌克兰的经济保持了相对稳定。最令人高兴的是，它并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出现可怕的高通胀。乌克兰总理施米哈尔透露，截至2025年1月1日，即便是已经处理了所有提交的2024年付款单，乌克兰国库依然拥有超过1000亿格里夫纳的资金，折合大约23亿美元。而外币账户上则拥有1630亿格里夫纳，约合37亿美元，这些都是创纪录的数字。读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也对这笔巨额援助的背后故事充满了好奇呢？你觉得国际社会为什么如此支持乌克兰？这些援助是否足够帮助乌克兰走出困境？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或者猜猜看，未来还会有多少国家伸出援手？那么，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怎么样呢？这里就引用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文章，普京无法再像2024年这样坚持1年，简单说一下。文章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的所有目标都没有实现，同时，俄罗斯军队还承受了大量伤亡，防空系统被证明无效，以及乌克兰的抵抗不断增强。克里姆林宫现在面临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双重压力，以及不断加强的国内不满和国际孤立。每日电讯报的文章究竟有没有道理？俄罗斯总统普京又是否无法再像2024年这样再坚持1年？战争是否会在今年结束？我们就不做评论了，只能说很多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分析人士都认为这场战争会在今年结束，主要原因就是俄罗斯目前危险的经济状况，再打下去，俄罗斯极可能会迎来又一个1917。进入2025年，欧盟舞台迎来了一场大换班。这一次，波兰正式接替匈牙利，成为新一届欧盟轮值主席国，同时郑重宣布全力声援乌克兰。不过，这次典礼活动有点不按套路出牌，匈牙利没被邀请。根据 Nexta 新闻报道，1月3日，波兰举行了隆重的轮值主席国就职典礼。通常情况下，前任主席国都会获邀参加，但这次匈牙利却成了局外人。至于原因，波兰的欧洲事务副部长马格达莱纳毫不客气地指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访问莫斯科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欧洲的共同立场。早些时候，欧尔班曾以欧盟轮值国领导人的身份访问俄罗斯，呼吁他所谓的和平方案，并声称他代表了欧盟。结果呢？这一番自说自话不仅没得到认可，反而招来了各国的强烈反对，并直言欧尔班不能代表欧洲。接下来在欧洲议会上，欧尔班更是被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当面质疑，全场议员也对他发出了嘘声，更有一些议员呼吁要将匈牙利踢出欧盟。波兰这次显然铁了心，不仅拒绝欧尔班，连匈牙利整个外交使团也被无视。波兰外长希科尔斯基还发出声明，匈牙利的言行让整个欧洲感到失望，我们不欢迎。相比匈牙利在任期间试图阻止欧盟支援乌克兰，波兰接棒后的态度完全相反。波兰明确表示，支援乌克兰是首要任务，这也是波兰历史上第2次担任轮值国，上次还是在2011年的下半年。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曾试图在担任轮值国期间阻止欧盟支援乌克兰，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并没有成功。
恰恰相反，这半年欧洲反而加大了对基辅的援助，不仅正式送来了 F-16战斗机，还开始在乌克兰境内设立武器工厂，为乌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装备。波兰与乌克兰关系紧密，两国在历史和地缘政治上有着深刻的连结。如今轮到波兰担任轮值国，可以预见对乌克兰的支持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1月4日的最新讲话如同一记重磅炸弹。他透露，俄罗斯和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据他所言，仅马赫诺夫卡村附近的战斗就让俄军损失了多达1个营的兵力。据报道，泽连斯基引用乌克兰最高指挥官奥列克桑德·瑟尔斯基的报告称，这场激战发生在离乌克兰边境不远的马赫诺夫卡村。俄军损失的1个营相当于几百名军人，可以想象，这对俄朝联军的士气是一次沉重打击。令人瞩目的是，乌克兰和西方评估显示，约有11000名朝鲜军队已被部署到库尔斯克地区。这些朝鲜士兵的出现，无疑为俄乌冲突注入了更多复杂因素。这次库尔斯克地区的大规模反击是否会成为乌军战局的转折点，值得期待。视频显示，乌克兰无人机在库尔斯克攻击一群用密集队形作战的朝鲜兵，而另一边，东部前线的波克罗夫斯克也成为战场的焦点。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该地区发动了34次进攻，试图绕过乌军防线并切断补给线。乌克兰军方发言人维克托·特列胡伯夫称，俄军并不直接进入城市，而是试图包围和中断后勤链。他解释道，城市战斗对他们来说太冒险，所以他们选择绕行。然而，我们用无人机和精确武器精准打击，努力阻止他们的突破。波克罗夫斯克这座曾是乌克兰钢铁工业焦煤供应的枢纽城市，战前人口多达6万，如今仅剩下约11000人。居民生活在炮火与轰鸣中，宛如一场无尽的噩梦。乌克兰第79独立空中突击旅的2名伞兵，在一次行动中惊人地俘虏了14名俄罗斯士兵。这一令人震撼的消息由该旅的新闻服务于1月4日发布。据报道，当时第79空降突击旅的突击小队正在悄悄接近一个俄军阵地。就在这之前，乌克兰的攻击无人机成功地对敌阵进行了精准轰炸。经过一场激烈的袭击，俄军士兵紧急躲进了狭小的防空洞里，连头都不敢露出来。趁着敌人慌乱的时机，2名乌克兰伞兵迅速采取了行动。他们警告俄军，如果不投降，就会直接把手榴弹扔进掩体入口。听到这番话后，俄军士兵被吓得毫不犹豫地丢下武器，举手投降。整个过程通过夜间无人机的镜头记录了下来。画面中，2名伞兵默契配合，成功的编队俘虏了这些俄军士兵。该旅对此给予了高度赞扬，出色而英勇的表现。视频中14名俘虏坐着的镜头是乌克兰审讯他们现场。乌克兰无人机还拍到了2名伞兵俘获俄军和押送他们的现场。2名乌克兰伞兵持枪走在后面，14名俘虏以6长队走在前面。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1月2日报道，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继续在乌克兰这个被战争破坏的国家制造灾难之际，爱沙尼亚一家技术初创企业开发了一种用于对抗低空无人机的微型导弹。该公司计划本月在乌克兰进行测试。爱沙尼亚弗兰肯堡科技公司2024年12月宣布，2025年初将在乌克兰某个未详细说明的地点进行该公司马克1号防空导弹的首次试验。这家导弹生产企业说，该导弹的设计目的是比现有的反无人机导弹更廉价，可以使用人工智能软件瞄准来袭威胁。该公司网站说，公司的目标是制造微型导弹系统，与业界目前的产品相比，价格只有1/10，生产速度快100倍。曾在爱沙尼亚国防部任高官的弗兰肯堡科技公司总裁库斯季·萨尔姆在接受《简视》杂志采访时说，这款导弹可以应对飞行高度不超过2公里的无人机。
乌克兰国防分析人士指出，最近几个月，伊朗生产的目击者无人机的攻击模式有所进化。现在经常有报告称，他们在2至5公里的低空飞行，以避免被地面防空导弹击中。这家爱沙尼亚企业在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乌克兰有办事处，而且英国政府12月16日宣布，该公司将很快在英国再开设一个办事处。英国首相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家快速成长的企业已经同英国国防工业密切合作，从本地采购相当大一部分子系统，并将在英国投资5000万欧元，用于研发低成本火箭发动机。俄乌战争已进入第1046天，据乌克兰总参发布的最新数据，仅1月3日1日，俄军就损失了1510人。与此同时，战场上的战斗强度也明显升级。全天共发生138场战斗冲突，俄军出动45架次空袭，投掷58枚滑翔炸弹，派出847架攻击无人机，炮击次数高达4000余次。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出，俄军在攻势上显然有所加强，但其付出的代价同样惨重。在巴赫穆特西部的恰索夫亚尔战场，双方围绕火车站和耐火材料厂的争夺进入拉锯状态。俄军尝试穿越北顿涅斯克、顿巴斯运河，但数百次尝试无一成功。尽管 Deep State 地图显示，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每天推进200至400米，但乌军的顽强反击正在拖住俄军的步伐。当天，乌军第152列兵旅在利西夫卡以南展开反击，取得了战术性进展，将俄军的推进进一步遏制。战争不仅是一场火力对决，更是一场智力与纪律的比拼。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将军2号视察库尔斯克战区后，对相关作战人员颁发了勋章，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士气。俄军看到后东施效颦，俄810海军陆战旅也召开了表彰大会，颁发奖章，大批俄军盛装出席。岂料颁奖过程中，乌军海马斯火箭弹呼啸而至，颁奖现场瞬间成为了灾难现场。这也暴露出俄军在战场纪律与安全意识上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乌军情局于1月3日透露，在一个名为“活着回来 ”（Come Back Live） 的民间基金会资助下，军情局为国防军训练和装备了100名高精度远程狙击手。该局称，每名狙击手都能够做到长时间潜身埋伏，并精通电子战、光学设备与375 HTAC 口径狙击步枪和弹药，可在最远2000米距离甚至更远的距离准确猎杀目标。这样的投入不仅是战场上的技术革新，更是心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狙击手的出现可能会让俄军在战场上更为忌惮。